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的视频我们来聊起全地形越野轮椅。你没有听错，都坐上轮椅还不消停，还是全地形的。不过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实现自我价值。我是特佩服这个设计师，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轮椅，因为它有很多的拓展功能，比方自带绞盘，可以挂一个拖车，也可以挂一个耕地机器，也可以当铲车使用，更是可以当做一个小型推土机或者小型的装载机。可以说有非常多的拓展件，而且这台车可以几乎适应任何的地形。比方雪地、沙漠、泥地、草地，完全就是台个人坦克式的全地形轮椅，并且它分为2个型号，一个是越野版，一个是城市版。主要的区别，城市版的履带不一样，并且装配有 LED 照明灯、信号灯、刹车灯，控制面板包括扶手显示器，包括反光件等等，可以合法上路。而越野版就和视频里一样，它没有多余的灯光控制键，主要为了越野而造。接下来大家看一下这台车基本配置，包括它的拓展件如何使用。视频里这台是街道版，可以合法上路。前面2组大灯，每组3个，分为日间行车灯、大灯，包括转向灯。使用的赛车座椅配备有4点式安全带，有着2×4.4千瓦的额定性能，18千瓦的峰值性能，包括8.8千瓦的电池性能。街道版的最大扭矩是500牛米，越野版的最大扭矩是1000牛米。街道版的最高时速30公里每小时左右，越野版的最高时速50公里每小时左右。整车长1.48米，宽1.23米，高1.54米。装备总重量375公斤。这台城市版也选择了绞盘，包括拖车钩，并且上好了牌照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的整体车架用的是无缝的精密钢管以及高强度的框架结构。它后面的背包里面装的是急救箱，包括安全背心。左侧摇杆负责前进后退，这个小按钮是一个模式选择，可以选择竞赛模式或者节能模式。右侧摇杆负责转向、刹车一些拓展件的使用。这个显示屏是一个5英寸的彩色液晶显示屏。另外，视频里这台是越野版，城市版和越野版一样都有防摔杠，它可以保证向前或者左右摔倒，保证驾驶员不受伤。另外，它的履带用的是马特罗全季节实心橡胶履带，用的B20减震器埃巴赫弹簧，马特罗的双横向连杆底盘。正常驾驶它的续航时间4个小时，如果激烈驾驶它的续航时间2.5个小时。不过它提供了快充或者普通充电器，普通充电器3000瓦200伏的充电器，充满一次电需要4个小时。快充是5000瓦400伏的充电器，充满一次需要2.5个小时。除此以外，提供了加长或者缩短的扶手，包括辅助工具、脚托、轮椅支架、桃木面板、音响系统、腿部加热。可以说这个轮椅带有自动加热系统，可以在恶劣条件下保持你是温暖的。如果按马力去算，这个车应该是21匹马力。另外还有3种功率模式可以选择，以方便你用于不同的路况。至于价格在23000美金到3万美金之间。裸车的价格不包括接下来说的东西，因为这个轮椅是一个全定制轮椅，可以说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可以自由定制，所以我们只报一个裸车的价格。比方第一个拓展件可以铲雪的翻斗，它是通过电机和连杆连到车上，铲斗和翻斗通过独立的遥控器控制。这个原理就是遥控器驱动电机，而车辆只负责提供电源，所以实际控制的并不是车辆，而是遥控器。并且这个翻斗最大可承载150斤。第2个拓展件推土机或者推雪机或者推草机，这个连接方式和刚才的不一样，它的主要控制方式在手把控制。这个摇杆可以控制左右、高低和一些基本操作，同时也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。摇杆前面加的2个按钮，应该就是起的一个分离作用。打开防护罩可以看到它外接了电线，所以就把车辆的前进和后退变成了铲车的升高或者降低。这个纯属个人猜测，大家听个乐子。第3个拓展件类似于耕地机器，这个就没有技术含量，说白了靠着车辆扭矩拖动这个东西向前走，所以说只要不是有特别大的下压力或者承重力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像它这样简单跑个地跑2个小时应该没问题。说到这儿，这车的牵引力最大可以牵1吨的重物，也就是物品重量不超过2000斤，它都可以带着跑。上面的文字500牛米，它的高配版是有1000牛米。电动车做到1000牛米，这个不足为奇。好点电动摩托最大牛米都在200牛米以上，因为电动车它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，更别说这个玩意儿折合人民币卖到20万了都，所以它的性能肯定是非常不错的。只是在于这个电池原本可以使用4个小时，拖挂重物之后可能使用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、2个小时都有可能，这个就要取决于你拖了多重的物品。像他们这样玩，猜测一下撑死2个小时。至于这个拓展件，应该是一个自动提取木头的装置，这个也是考验车辆拖挂能力，包括承载能力。实际操作的应该也还是遥控器，跟前面的车辆实际没有关系。它停下车可以看到和车辆没有直接的电源，所以这台全地形轮椅它的实际用途还是非常多的，比如娱乐活动、旅游、农业、巡逻、救援，简单的用书包括市政用途。而这些腿脚不便的人也可以通过这个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，因为他们长时间待在家里，很多人都有自闭、颓废、怕异样的眼光，有了这个东西做一些简单的工作，他们也开心。但是不知道视频里为什么都是腿脚好的人？难道他们在提前练习，以后玩摩托是不是就不用怕了？因为腿摔坏了，只要手能动就不影响，该怎么玩还是怎么玩。开一个玩笑，大家千万别当真。任何时候骑车也罢，驾车也罢，安全第一。视频最后总结一下，我不知道我们国内有没有这个东西，如果有，真不希望它卖的这么贵。因为目前视频里我们看到的，它已经卖到了20万左右。我觉得惠民的东西应该让大家都能买得起，并且你既然叫轮椅，就是给特定的人群准备的，否则的话你应该叫单人履带车，不要跟轮椅沾上边儿。今天的视频就聊这么多，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。